股票 K 线图是很多人对股票的第一印象，可能也是最后的印象，因为它总让很多人直接拜拜投降，实在太难了。虽然 K 线图看起来很吓人，但它其实就是把复杂的数据图像化的一个结果。原理呢，其实就跟乐谱一样，上面有音阶、有调性、有速度，可以用来记录一首曲子。K 线图也是被设计用来记录一个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行情表现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建平，我是艾拉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欢迎你先订阅我们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每周会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投资的基础知识，让你轻轻松松掌握投资的技巧。之前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介绍过股票的基础知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最让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面。如果要听懂这些技术分析，最基本的一定要学会看那些五颜六色的线，但是它们究竟代表什么意思？从线与线之间的关系又可以看出什么端倪呢？如果你觉得看懂这些 K 线图很困难，没关系，我们已经研究完这些复杂的东西，马上就要翻译成大白话告诉你咯。K 线这个名称其实来自于英文的 candlestick， 因为它一根一根的画出来，长得跟蜡烛很像。不过根据历史的记载K 线其实是在18世纪日本的江户时代有一个米商发明的。当时他只是用它来记录米市的一个行情波动。后来被传入西方之后不断的改良，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 K 线。在一个交易日里面最重要有4个价格，分别是开盘价、收盘价、盘中最高价和盘中的最低价。开和收代表着这个交易日行情的开始和结束，并且决定最后的涨和跌。而最高和最低就代表这个交易日的行情波动程度，随着每天的走势不一样，开、收、高、低这4个点分布的位置也会不一样的。如果今天是开低走高，那4个点就会涨这样；如果是上下震荡，可能会涨这样。有很多种排列组合，所以不论那一天的价格怎么变化，只要我们可以找到开、收、高、低这4个点，就可以快速了解这个交易日里面的行情的大概是如何了。K 线就是根据这4个点所绘制出来的价格符号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它有一条粗线和一条细线组成。粗代表着开始和结束的价格，细线呢就代表最高和最低价，而整个 K 线的颜色则由开和收的位置来决定。如果收盘高于开盘，代表最后的结果是上涨的，那么这根 K 线就是红色的。如果收低于开，代表今天是下跌的，那么这根 K 线是绿色的。我们如果以 A 股票为例假设今天高于开盘，高开在了21块，但后来一路震荡下跌，最后收在了19.5块，也刚好是今天的最低点。那今天的 K 线画出来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是一根实体的绿色 K 线。但是如果反过来开低收在最高，则是一根红 K， 长这个样子。如果今天开在21，上下震荡之后又刚好收在了21，那粗的部分就会画不出来，变成了一条横线，只剩下中间这根细线的部分，它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十字一样，所以有人叫它十字线。简单来说K 线就是一根浓缩了数据记录起伏的图形记号，不只用在股票，还有各种汇率期货原物料、黄金、石油指数，只要有数字波动的东西都可以使用 K 线来记载。对，到这里为止我们刚刚讲的每一根 K 线都代表一天的走势，所以这叫做日 K。但如果用日 K 去看几个月或者几年的行情画面上就会密密麻麻，有好几百根呢。你看一天365天，扣掉休息日，假设有250天交易日，那么一年就有250根日 K 线。如果我们要从2008年金融海啸一次性看到现在的行情，那就有3000多根 K 线，那是塞不进一个画面了，这样实在太细碎了，反而看不清高低。
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把 K 线的单位放大，化零为整。因为正常来讲，一个礼拜都有5个交易日，每个交易日都有一个分时走势。如果把这5天放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本周的分时走势。我们一样可以找到本周的开、收、高低这4个点，最后画成一个以周为单位的 K 线。此时我们就把它叫做周 K 或者是周线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把这5天的日 K 放在一起。星期一的开盘就是本周的开，而星期五的收盘就是本周的收，再加上5个高档中的最高和5个低档中的最低，一样可以得到本周的开、收、高低4个点，画成一根周 K 线。当我们把5个合并成一个之后一年就从250多根的 K 线变成了52根 K 线，数量就大幅减小，阅读起来就会变得更快速了。而如果以此要看的年份再更长一些，把每个月从第一个交易日到最后一个交易日浓缩成一根 K 线，那一个月通常是交易20天，也就是把20根小蜡烛拼成一根大蜡烛，这种就叫做月 K 或者月线。当我们把线图从周 K 切换成月 K 来看的时候，每一年就只剩下12根了。在认识 K 线开、收、高低的组成原理之后现在是考试时间，看你到底会不会。第一题，在开高收低的时候 ，K 线的颜色应该是 A 绿色、B 红色、C 黄色。第二题，下列哪一个无法用 K 线记录？ A 油价， B 生日， C 账户余额。你都答对了吗？正确答案在影片下方的置顶留言，赶紧去核对一下你的答案吧。以上就是这一集认识 K 线图，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节目。每一集我们都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分享一个投资理财的知识，来提高你的财商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订阅我们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想看什么主题，也可以在留言区点赞和关注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